男孩来到森林里淘金，不慎摔倒。在他跌倒的那一刻，雷光闪烁，他也拥有了某种超能力。这时，一只手掌破土而出，从里面爬出了一具千年古尸。看着这恐怖的怪物，小杰反而露出了笑容，因为他读取到了丧尸的思想。这是他获得的第一只灵宠，小杰偷偷把它藏了起来。不料同学突然找了过来，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小杰把他带进了屋里。灵宠看到人后，本性瞬间暴露。Down boy. What is that? The coolest thing ever. 灵宠很害怕小杰的雷电，他之所以能存活到现在，是因为内脏已经被改造成了机器人，而且只要不断进食，还有着进化的能力。四眼好心地打开了一罐蜂蜜，灵宠抓过来一饮而尽。就在两人以为他要进化的时候，被恶心了一脸。小杰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喜若狂，还给灵宠取名为咕噜怪，因为他获得了另一个信息，咕噜怪是吃肉的。于是两人从食堂拿来了一块炸鸡三明治，果然咕噜怪露出了渴望的表情。He likes it too. Good slurp. 看着咕噜怪没有吐出来，小杰坚信了自己的想法，答应晚上会给他送来大餐。可就在两人转身的时候，咕噜怪已经进化出了一点意识，盯着锁住自己的铁链，他竟然缓缓用力拔了出来。晚上大雨倾盆，咕噜怪跌跌撞撞地走在树林里。这时一辆出租车恰巧路过，老头还以为撞死了人，赶忙下车查看，可躺在地上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这是咕噜怪第一次品尝到了仙脑花，吃饱喝足后，他自觉地回到了小木屋，因为他不能违背主人的思想。这时的骷髅怪已经长出了一点头发，而且破碎的头颅里开始生长出了大脑。The more he eats, the more alive he gets. 小杰还不知道，灵宠的进化是因为吃了火脑花。骷髅怪有点嫌弃地吐出了嘴里的食物，而且还说出了第一个字。Did you hear that? He just said his first word. That's right, I am your bruh. He's a zombie. He's not trying to call you his bruh. He's trying to save brains. 在两人转身的时候，骷髅怪的本性再次暴露，缓缓伸出了舌头，然后一把掐住了四眼。幸好小杰反应及时，制止了他。四眼有点害怕地离开了木屋，骷髅怪则讨好地抚摸着主人，他的智商已经无限接近于人类。不久后，学校举行了野炊活动，小杰怕他饿着，竟然用棺材把他运了过来。What's Slurp doing here? It's like you said, we couldn't leave him on his own. So you brought him camping in the woods with all our classmates? Relax. If he tries to escape, we'll know. 四眼扭不过小杰，只能默许了咕噜怪的存在。可到了晚上，他就再次跑了出来，而且行动迅速地拿走了一把斧头。这时，一个胖子刚好在不远处洗澡，咕噜怪听着声响就走了进来，他一斧头砸破了木门。胖子还以为是老婆的恶作剧，头也不回地享受着泡泡浴。这时，骷髅怪饥饿地伸出了舌头。Oh, you are a tigress tonight. Let's play. No, son! Not my dad! 小杰有点惊恐地看着爸爸，而这一幕也被其他的同学发现。在骷髅怪站起来的那一刻，所有人吓得四散而逃，但他并没有继续追击，而是一股脑地逃进了森林深处。他耳中突然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声音，一对母女正在练习击剑。本以为头颅重创会让骷髅怪因此丧命，没想到等警察来的时候，他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骷髅怪被带进了异能者监狱，这里关押的全是妖兽级别的怪物，而监狱刚好发生了暴动。此时的骷髅怪已经进化成了人类模样，面对狱警的真枪实弹，他却没有丝毫受伤，反而理性的选择了退让。在看到一个瘫痪的老头后，骷髅怪竟然已经进化到可以说出整句的话语。在他吞掉老头后，又会进化成什么模样？当骷髅怪可以像人类一样自由行动后，这种无限进化的能力，最后会让他走到什么样的高度？